大家好，我是 Flap。Simode 呢新推出了一款户外摄影包 Explore V2 探索2代，官网呢目前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发售，它走的是 Kickstarter 众筹的路线。我呢参加了这次的众筹，下单了35升的型号。众筹是7月底结束，官方说是8月15日开始发货，我呢是9月5号收到的。目前这种包呢大概率都是国内代工的，我以为呢会是个出口转内销的流程，所以运输可能比较耗时，这么慢呢也可以接受。结果收到包裹发现就是广东发过来的，邮费可是占了整体价格的1/10呀，这点钱花的你说，哎，不过呢至少是用纸箱发过来的，不像某其他品牌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皮克里的国际快递，就用个牛皮纸袋包装。好吧，说回 Simode， 包内的标签验明正身 Handcrafted in China， 中国手工制作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。这包呢是支持侧取的，但是只有单面，另一面呢是2个半透明的收纳袋，也就是我现在展示这一面。在这个车袋里有一个网兜，这网兜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们一会儿再说，我们先收起来。关好车盖，这个车盖拉锁的这个限位器啊，是一块三角形的皮子，做工和样式还是很不错的。拉开这个车盖上的拉锁啊，就可以拉出刚才的那个网兜了。这个网兜上啊有这个收紧绳，然后下部呢有一个攀带。它的主要作用呢，应该就是用来收纳脚架，当然了，也可以用来装水壶、雨伞等任何竖长的物件。我呢就来演示一下怎么收纳脚架。把这个收紧绳拉紧，然后把这个束带啊从这个攀带穿过来，扣紧。上部的这个束带呢也扣上，然后拉紧，就完成收纳了。再来说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收紧绳的设计。掐住中间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收紧绳收紧。但是如果你掐住中间呢，是打不开这个收紧绳的。你必须要掐住两边，然后再来做拉，就可以很容易打开这个收紧绳。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再来看一眼另一面，另一面呢就具有这个侧取的功能了。我们可以把相机从里面拿出来。这个内胆呢，实际上是有一个单独的舱门盖的。我们拉开这个尼龙扣，我们就可以把内胆的这个舱门呢从里边拉出来。然后内胆呢，我们可以通过拉锁把这个舱门盖关上。就如果你不用侧取功能的话，那就可以把这里封死。这样的话呢，外盖这个空间呢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储物空间。官方说呢可以用来放护照。能够做侧取的这一侧呢，也就是右侧呢，同样的也有这个网兜。所以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它来收纳脚架。所以说实际上你可以带2个脚架在身上，左右各一个。包的正面呢有一条拉锁，是大概1掌深的一个口袋。从上往下看呢，有3道拉锁，都可以额外的添加这个锁具。第一道拉锁打开以后呢，可以先看到2个半透明的收纳袋。分为前后2个空间，都可以一通到底。这儿呢有一个小的吊环，是用来挂这个水袋的。然后水袋的这个水管啊，可以从这个孔，通过去，一直通到前面的这个肩带处。水袋的那个水管啊，就从这个地方穿过来，然后可以固定在肩带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顶部的2个拉锁。拉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顶部的空间它是相通的，因为我已经把内部的这个内衬呢先提前拆掉了，可以直接看到底部的内胆。我们来直接看一下顶部的这个内衬啊，因为直接放在里边给大家讲的话，可能会讲不太明白，大家也看不清楚。其实它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口袋，然后上面呢每个面都有独立的这个收纳袋，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可以挂钥匙的这个扣环。这样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在杂乱的口袋中找到钥匙在哪儿了。这个口袋比较特殊，
它上下都有拉锁，而且是相通的。它的作用就是，当你把它放到包里以后呢，你可以从包的顶部和包的背仓都可以很容易的从这个口袋里取物品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内衬呢给它装回去。它是通过一个环形的拉锁来进行固定的。这个内衬可以拆卸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的可以拆下来做清洗和清洁。通过这内衬呢，就把顶部分成了2个独立的空间，每个空间内呢都有几个带拉锁的小口袋，看起来是有点乱哈，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的记得你的物品到底放在了哪一个小口袋里，否则我都能想象到你可能翻遍了所有的口袋，但就是找不到你要的那个东西，但它其实就是在某一个小口袋里，所以你也不要指望说请别人帮你从上面的口袋拿东西，根本找不到你放在哪里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背仓。按理说背仓的拉锁应该很顺的。我现在之所以拉和开都这么费劲呢，是因为我在里边放了我的15寸的 MacBook。我当时还担心15寸的 MacBook 如果都这么费劲的话，那么最新出的16寸的是不是就放不进去了？但是后来上网一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这个15寸的 MacBook， 2014年的，是尺寸最大的。现在最新的16寸的 MacBook 都比我这个要小一圈，还要轻。这是苹果官网15寸和16寸的尺寸对比，所以16寸肯定是能放得进来，但我觉得多少也可能会有些卡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内胆啊，这个是6D 加小白兔，侧放应该说刚刚好，但如果换成我正在拍摄用一台5D4的话，每次拿放都会有一些卡这个目镜。现在新款的内胆呢，都是这种比较硬、比较薄的隔断了。它的好处就是支撑性更好，但是跟以前的那种海绵式的隔断比的话，它跟器材之间那种密合性不是很好，所以在背动过程中呢，器材可能在包内晃动。包体内其实有一个隐藏的 U 型的钢梁，它就保证了这个包有很好的背负性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内胆拿出来。因为这个钢梁很硬，然后这个内胆包的这个边框也很硬，所以想把它拿出来呢还是比较困难的。但这也保证了内胆在包内呢可以很好的被固定住。拿掉内胆之后呢，整个包就瘫软下去了。这个是上面的内衬，钢梁在这个位置。一直通到顶部，可以看到这就是钢梁露出的部分。它是一个 U 型的钢梁，底部是没有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内胆。内胆呢其实是一个楔形结构，上厚下窄。在这一侧呢没有舱盖，而只有这一侧呢有舱盖，所以说呢只能在右侧做侧取。上部我这个无人机下边还垫了电池，所以其实上部是挺厚的。下部的话放一个速放的1740应该问题也不大。机身的话放一个 ED 系列的机身，我觉得问题应该也不大。因为没有，所以我也只能说猜测一下。内胆是有一个标配的收纳包的，就是这个U 字形的拉锁。我们把它装进去看看。我忘了说了，我这款是大号的单反内胆，是 CMOD 最大的内胆了。官方还有提供小号的微单或者小号的单反内胆，两侧呢有这个拎手，可以单独的搬运。所以如果需要的话呢，内胆也可以单独放到行李箱里。内胆标配的隔断呢，有2个这样的 L 型的，一个1字形的，然后小隔断呢，是给了8个，我这复议出4个来。这8个小隔断里呢，其中有2个是比较宽的，有6个是比较窄的。对比一下可以看到，其实差别不大，但你实际放进去就能感觉到明显差了不少，大概1厘米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腰带，腰带的中间呢有一道缝，这个缝的设计呢就可以让
腰带在勒紧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卡在你的胯骨上，可以更贴附你的身体，这样的话呢，承重的效果呢会更好。两边的腰带上呢都有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小口袋，可以放巧克力啊、糖果啊或者一些小零件什么的。腰带的卡扣的声音呢也很清脆。下面呢我们来看重头戏肩带，也是 Shimoda 在设计上比较独特的地方。这个呢是右侧的肩带，这部分呢是左侧的肩带。肩带的上部呢有很多的扣环，可以挂载不同的东西，比如说这种 U 型扣，横挂、竖挂都可以，包括还有这种环状的扣环，也可以挂一些小的口袋，比如说小的数码相机包。这是一个理光的 GR。下面是一个长条口袋，里边有一个横的半带，官方说是可以放置这个无线麦克风。我觉得这个口袋主要是用来收纳手机吧。我这款是小米的9 SE， 因为很小啊，所以放进去很轻松。据说放像 iPhone 12这种手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。下面有一个39型的这个开口，可以通过这个充电线，就可以在行进过程中给手机充电了。这个是背带的背面，偏软，像海绵一样的材质。这是右侧的背带，上部呢跟左侧一样，不同的是有2个束状的松紧带，可以放手电嘛，估计。然后下部的这个口袋呢，它的口是可以扩展的，它有松紧带，可以放一瓶矿泉水或者是比较瘦一点的水壶吧。里边呢也是有一个盘带的。这个背带的高矮是可以调节的，把这个拉手拉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是一个3层结构的尼龙扣。我们把它撕开，从扣环取出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分3个不同的高低档位。这是3层结构的尼龙扣，我们把它穿回，粘第1层，然后对折再粘第2层。OK， 然后呢再把这个拉手拉上，就完成了背带的换挡，然后再把上部的束带勒紧就好了。我之前比较担心呢，就是这个 Pixie3的快挂呢挂不上去，但实际上呢它可以挂在比较靠上的位置。然后上部的这个环啊会影响的这个挂相机，所以我们把它掖到这个半带后边。我的快挂呢，我习惯使用这种6棱的螺丝来固定。我之前也试过用那种手拧的螺丝来固定，但是一个是固定不紧，再一个是有些时候容易自己就松掉了。所以后来我所有的不管是薄的厚的这种背带，都使用6棱的螺丝来固定。只不过你得一直带一个6棱扳手。这个是背面。总体来说这个高度还可以，但是我在实际背负过程中发现，如果肩带贴得比较紧的话，会有一些硌得慌。国外有个老哥说的比较壮硕，所以他的快挂的固定位置非常靠上，按他的说法是就已经没法挂相机了。所以各位要根据自己的身材做一些考虑。这个是整体正面的样子，系上这个胸带。右侧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放手机的。右侧面、背面、左侧面、正面。不使用那个网兜的话，其实小一点的脚架也可以放到侧面的口袋里。
相对比的，我们看一下使用网兜的收纳情况。这个呢是女士的肩带，背面呢是比较硬、比较光滑的材质。正面呢有2条胸带，因为这次众筹呢只要花$1，所以我就额外买了1条作为备用。上部呢也是有些挂环，下部呢是一个 L 型的口袋。右侧呢是一个松紧带收口的小收纳袋，一个竖着的挂载垫。额外购买这个女士背带呢，一方面是因为比较便宜，另一方面是我担心这个默认的背带啊挂不上这个快挂。女士的背带呢，在官网上看呢正面比较窄，但实际到手后发现呢，它这个女士的背带啊，胸带的这个导轨比较长，这个导轨很硬，所以挂这个快挂还是有点难度的，得使点劲儿。这是女士背带的正面，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有2个胸带。这是女士背带挂上相机的样子。小白兔应该就是平时快挂能挂到相机的极限了吧。包的底部有个拎手，当包平放在地上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平移它，有上下2个拎手，这样移动起来就会容易很多。在包的右侧呢，有一个长条形的拎手，这个主要是用来挂在拉杆箱使用的，而只有右侧有，左侧没有。而这就悲剧了，因为我的拉杆箱拉杆比较短，根本插不进去，除非倒过来，但倒过来呢又不安全。这个呢是额外附赠的2条捆扎带，推开这个金属环，就可以把这个捆扎带固定在包体上的挂载点上。通过这种方式呢，你就可以挂载一些额外的物品，比如说睡袋帐篷甚至滑雪用的雪板等等。具体怎么捆扎的话，就发挥你自己的创意了。这个包的四周有很多这种挂载点，我简单的拍了一下，不一定拍得全，大家看一个大概吧。最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防雨罩，它这个防雨罩是自收纳结构的，也就是防雨罩本身带一个收纳袋，可以收纳自己。看，这是这个收纳袋的位置。正面呢是 Shimoda 的 logo， 上部呢有一个尼龙扣环，标识的这个防雨罩是对应30到40升的包。这扣环呢可以扣在背包的上部的拎手上。底部呢有2个开口，这个开口呢可以用来穿过这个腰带。我们把这个防雨罩罩上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把这个扣环扣在这个上部的拎手上。把这个背包的腰带穿过下部的2个缺口，就完成了。但这个地方需要吐槽一下就是装了这个防雨罩之后呢，后盖基本就打不开了，你就把腰带从这个开口处拿出来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想打开后盖也是比较麻烦的。经常被这个防雨罩或者各种各样的背带阻挠掉，所以说呢，我有个方法，就是把这个左侧的这个束带穿过这个开口处，就限制住这个防雨罩，不让它往上走。这个时候呢，在开这个背盖的时候，虽然说也会有一些背带阻挠，但是可以顺利打开了。下面简单总结一下优缺点。因为刚拿到手，其实也没开始真正的使用，所以算是第一印象吧。
最后求订阅、求点赞、求开启小铃铛、求分享，谢谢大家。